Hello，大家好，我是 DB。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开源的 GUR Nginx 管理器，就是可视化工具。然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管理器的名字叫 Nginx Proxy Manager。在本次视频里，我们主要讲两个功能，一个是如何用图形化的方式来操作反向代理，另外一个是如何申请 SSL 证书，并且把证书和反向代理进行绑定。这边强调一下啊，这个是一款开源的 Nginx 管理工具，然后很多人在等 Lucky， 我知道，但是 Lucky 因为它并不是开源的，而且频道的就是新手用户比较多，稿子我到现在还没有写完，所以麻烦大家理解一下，再等一等，肯定会出的，但是我要把很多东西把它理顺，大概是这样。然后在开始之前需要准备一些东西，因为只要涉及到 Nginx 反向代理都要准备很多东西，所以我解释一下，就是准备的过程会比较多，然后操作的过程反而会比较简单一点。好，首先我是在那个爱快里面把那个星号杠 r.lab00.com 这个域名批量的指向了我的那个爱快的 IPv4 地址。然后如果不知道怎么指向的话，就去看一下我在这边发的这个视频，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因为用反向代理必须要用多个3级域名来指向不同的应用，共享一个端口。然后这期视频是基于 IPv4 的一个演示， IPv6 应该是一样的，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然后需要准备的第二样东西是 DNSPound 的一些参数。首先你要申请一个 token， 如果不会的话就看我在这边发的这个视频，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然后 token 会给你一个 ID 和 token 两样东西，然后还要知道你 DNS 账号登录的 email。然后接下来是在爱快的那个端口映射里进行了2个端口映射，分别是55111和55112，它分别对应的是80和443这2个端口。一会儿在那个设置 Nginx Proxy Manager 的时候我们再说。然后再下来是需要下载今天我们需要用到的镜像。首先打开 dprt.lab00.com， 在这边输入 Nginx 进行搜索，然后找到这个标题，打开它的文档。打开以后看第二行，第二项里面我以跨国网盘来举例，里面一共2个文件，一个是1G， 一个是349兆。这个是压缩版，这个是未压缩版。如果你会解压缩点 GZ 就下这个，省空间省时间。如果不会，你直接下这个，直接就能用。然后多说一句啊，跨国网盘有可能会把镜像隐藏掉，这个是他们平台的一些规则引起的。如果夸克的镜像文件被隐藏了，就去其他网盘去下，内容是一样的。OK， 现在假设这个文件已经下载好，并且也已经完成了解压缩。这边文件大小你不需要看，我是苹果系统，如果是 Win 的话，可能跟我大小不一样，只要你有这个点 TIR 就好。解释一下 2.12.3 这个版本是2025年2月28日我录视频这一天最新版。好，我们现在打开群晖，打开文件管理器，找一个你熟悉的位置，我是在 Docker 下的 image， 然后把这个文件拖进来，它会自己上传。好的，这边上传完了，我们接着导入镜像，打开容器就是那个 Docker， 然后点左边的镜像，然后点上边的行为导入，从文件导入，从 DSM 导入，然后找到你上传的位置，然后选这个。好的，花了一点时间镜像就导入了，因为镜像比较大，所以它导入的时间有点长，刷新一下。这边我想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这个是 Nginx， 它的大小是183兆，这个是 Nginx Proxy Manager 图形化工具，就到了1个 G， 差不多是5倍到6倍的一个容量。简单的说，你想变懒，你想便利，那么你就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好的，我们继续。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新建2个文件夹。我是新建在这里，在 Docker 文件下，我新建了一个叫 Nginx Proxy Manager 2.12.3 这么一个文件夹，然后在里面新建了一个 det 和一个 let's encrypt 这个文件夹，反正你就照着抄就行了。这个我会放在那个
就是这个文本里一会儿会有，直接过来复制就可以。然后这两个文件夹你需要找到它们的位置，选右击选属性，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名字下面有一个地址，我这边叫 location 地址，就把这个给它复制出来，这个是有用的，用这两个。OK， 到这里为止，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我们下面来把这个镜像给它跑起来。首先我准备用命令行的方式来跑，我们看一下命令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命令。我放在了这个文档里，我们来过一遍。首先 docker 空格 run 空格杠 d 空格这个 always restart 这些都是固定的。然后在后面这个 name 就是这个部分是我给它起的一个名字，你可以改成任意你想要的名字。然后这边的这个反斜杠要复制下来，做了一个反斜杠把它补上。然后第二行是一些端口，一共开了3个端口，第一个是81，这个是管理端口，这个不用动，照抄就可以。然后这个是用55111对应 Docker 内的80，然后用55112对应 Docker 内的443。因为一般家庭宽带是没有开80和443端口的，但是在 Docker 内可以用，我们用 Docker 做了一层映射，然后我们在爱快上又把55111从外网映射到了内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操作。然后接下来是2个那个文件的输入，这2个就是我们新建的这2个文件夹。杠 V 照抄后面这一段一直到冒号是你这个文件里面的属性里的这个内容复制过来的。然后后面冒号后面的这一段不要动，保持就好，这是 Docker 容器运行所必须的。这个也是一样，只是这个是从另外一个文件夹复制过来的。然后最后这个就是这个镜像的名字，如果你是用我视频里给的这个版本下载和跟我一样的操作，那么这个地方就保持不动。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版本，那这个地方的镜像名你可能要做相关的修改。好的，这就是这个 Docker 命令的全部讲解。下面我把这个命令复制一下。接下来我们把命令行打开，登录到你的 NAS 里面，并且切换到 root 用户。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可以看我在这边发的这期视频，里面有详细的讲解。然后把命令复制下来，然后敲一下回车，运行成功。好的，我们回到那个群晖里面来，把这些都关掉，打开 Container Manager， 然后在 Container 里面你就看到它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群晖的，我的群晖的 IP 地址是.11.2嘛，加81去访问它。好的，现在我们用 192.168.1.2 加81去访问它，这时候是可以进入一个默认的后台的。好的，这边有一个点要提一下，就是每次 Docker 容器重启以后，都建议等一个3到5分钟再开始相关操作。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去读取远程的 IP 地址库或者一些 IPR 的一些数据，然后国内的网络条件不太好，有些读取会比较慢，所以会报一些奇奇怪怪的错误。但是在我测试中，包括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 log， 发现只要稍微等一会儿就好了。然后第一次登录的时候需要修改，需要使用默认的账号和密码，我放在了文件里，这个是默认的账号，把它复制过来。然后下面是默认的密码，然后点登录，这样就可以进来了。好，第一次登录的时候，那个必须把相关的资料进行一个修改，然后它会让你去修改密码，接下来，然后把原始密码放进去，然后再把你的新密码写上，点 save， 这样修改就完成了。然后那个你就拥有了这个系统的完整控制权。然后我看了一下，它没有改中文的地方，所以可能浏览器改成中文，它能出中文吗？或者说它就是英文，我不确定，但是我们就先这样来用。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新建第一条反向代理，在这里点反向代理，然后点添加，然后这个地方直接输入你的3级域名。好，这边输入完域名以后点添加，然后在这里输入刚刚的那个 Homebox 的 IP 地址，然后端口照抄。多说一句，这边输入的这个域名需要和你已经安装的 Nginx 以及群晖系统自带的反向代理的域名要有一个区分。我在测试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群晖的 DSM 级的反向代理用了一个域名，然后在这边再设置这个域名就不生效或者怎么样，这边提出说明一下。
反正如果不对的话，反正我们是泛域名解析嘛，不对的话你就把域名后面再加一个东西，在3G 域名上就可以进行测试。然后这边我们都写完了以后点 save。我们大概是把 HBK-I 这个域名指向了这边，然后它的端口我们用的是80，我们没有指定，对不对？为什么用80？给大家2秒钟时间考虑一下。1、2，因为我们用了 Docker 内它是80，Docker 外是55111，然后爱快到 Docker 之间是55111转55111的一个内外网，所以它经过了2层转发，所以我们这边直接不用写端口就是 OK 的。好，那我们下面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好的，我现在输入了相关的协议域名端口，敲回车，它就进来了。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基于图形化的反向代理的一个设置方法。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给这个反向代理加上一个 HTTPS， 就是加上 SSL 证书。它目前是 HTTP 代理 HTTP， 还是不太安全嘛。我们回到这边，然后这个不用动它，我们在上面找到 SSL 证书，然后这边添加一个证书，这边域名就写你反向代理的这个域名，输入这个域名，输入完域名以后，这个测试反正我们也跑通过，然后邮箱可以改成你自己的邮箱，然后这边这个要打开，运营商我们选那个 DNSPound， 好，然后 DNSPound 就需要你填几个东西。首先这个地方填你的邮箱，这个地方填你的申请那个 token 的 ID， 然后后面有个逗号，后面写上 K， 这个地方我会打码，所以我先在填入之前说明一下。好的，我这边填完了，我强调一下，这个填入的这个邮箱是你 DNS 登录的这个邮箱，填其他邮箱行不行我没测试，反正我说一下，然后把下面的这个同意打上，然后我们点 save， 然后它就会开始尝试申请证书，这个周期这个时间需要稍微等一下。好的，那个花了差不多1分钟左右，它就把证书申请下来了。这个只要你的 DNSPound 的参数填写的是对的就没有问题。这边证书是未激活，不是说你的证书未激活，是在这个系统里未使用。接下来我们来使用这个证书，还是回到反向代理这边，找到这条记录，选编辑，然后选 SSL 证书，然后在这里仔细找，会看到最下面有你申请的这个，它现在是个红色的，选中它。然后把那个 HTTP-2 这个选中，然后点 save， 然后这样这个就已经套上了 SSL 证书，然后这边这个证书也就变成了 in use。关于那个 SSL 证书，这边可以通过手动来触发一个更新的动作，然后它也会定期的做自动更新，这是这个工具的一个好处，其实就是一个脚本啊。多说一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选这个 request 的新证书，直接去申请证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为了做模块化的那个视频，所以我把那个申请证书和这个反向代理剥离了一下。然后证书添加完以后，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尝试。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改一下，协议改成 HTTPS， 端口改成55112，敲回车。好，我们已经进来了。证书没有问题，也能正常的去验证，然后已经实现了 HTTPS 访问 HTTP。OK， 好的，这就是这些使用 Nginx Proxy Manager 图形化 Nginx 代理管理工具，新建反向代理、申请证书、适配证书以及相关测试操作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 谢谢。